在佛陀時代，有一位年輕的母親，名叫吉莎。她剛剛失去了唯一的孩子，巨大的悲痛讓她失去理智。她抱着孩子冰冷的身體，在街頭逢人便跪，苦苦哀求救命的靈藥。鄰居們嘆着氣，沒有人能幫她。後來，有人指引她去見佛陀。佛陀看着幾近崩潰的她，溫和地說：“去城裡找一把芥菜籽，我就能做藥救你的孩子。但記住，這把芥菜籽必須來自一戶從來沒有死過人的人家。”吉莎眼中瞬間燃起狂熱的希望，抱着孩子衝進城裡，一家一家地瘋狂敲門。他能找到那把芥菜籽嗎？佛陀給他的這個條件看似刁難，實則是世間最深的一份慈悲。他要讓他自己走進去，自己量度那個答案。這個答案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無常。既然一切終將消逝，我們為何還要執着？無常到底是什麼？看完本期影片，您就能獲得這個問題的答案。歡迎先按讚分享，讓我們一起在佛陀的智慧中找回內心的平靜。吉莎抱着孩子衝進城裡，開始挨家挨戶敲門。她不知道這一趟敲門會改變她的整個世界。第一扇門開了，彎腰駝背的老婦人扶着門框，聽完來意，連連點頭說：“芥菜籽家裡有啊。”可緊接着，老婦人嘆了口氣，又說：“只是去年冬天，我家走了一位80歲的老父親，哪有從來沒死過人的人家呢？”吉莎發亮的眼神又暗下去，輕輕搖搖頭，轉身跑向下一扇門。第二扇門開了，一個年輕男人探出頭，聽完請求，撓撓頭說：“我家廚房就放着一整袋芥菜籽，你要多少都沒問題。”可男人聲音沉下來：“只不過我家前年秋天也失去了一個孩子，比你懷裡這個還要小。”吉莎愣在原地，腳像釘住一樣動不了。1秒之後，默默轉過身，抬手敲向了下一扇門。第3扇門，主人是開店的商人，家裡確實有芥菜籽，可幾年前一場瘟疫帶走了他2個弟弟。第4扇門，開門的是剛嫁過來不久的新媳婦，她紅着眼說：“去年我母親走了，現在我父親一個人在家，每天都對着空椅子發呆。”第5扇門，看門的阿公搖搖頭說：“我這一把年紀，親眼看着父母走，親眼看着太太走，現在就剩我一個人守着這屋子，哪來的從沒死過人的人家啊？”一扇門，一扇門，再一扇門，每一扇門打開都有芥菜籽，每一扇門打開都有過死亡，每一扇門打開都遞得出芥菜籽，卻都滿足不了那個條件。希望減1分，現實清楚1分；希望再減1分，現實再清楚1分。從天亮走到日落，街已經走到了頭，腳也酸了，喉嚨也啞了，懷裡的孩子身體越來越冰。吉莎站在街頭，沒有再往前走，身後是一整座他已經敲遍的城。整條街每一扇門後面都有人和他一樣經歷過同樣的失去。原來不是自己被命運單獨挑出來懲罰，原來這世上根本就沒有逃過生死離別的人家。他以為自己是天地間最慘的那一個，卻敲遍了整座城，才發現每扇門裡都住着無常。掌阿含經遊行經，佛陀說：恩愛無常，何會有離？凡是因愛而相聚的，終有分離的一天。這不是某個人被懲罰，而是所有人共同的處境。此刻，如果你心裡也有一扇曾經敲過或正在敲着的門，請在留言區打出2個字：無常。不用解釋，只是讓彼此知道我們都在同一條路上。那扇敲遍全城的門，敲開了吉莎心裡第一層結。
原來為什麼偏偏是我這個問題，背後藏着一個連自己都沒察覺到的假設：世界本該是公平的、穩定的，擁有是常態，失去是例外。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悲劇，是老天爺專門挑中自己的懲罰。可吉莎走了這一遭，量度出了一個事實：無常從來不是例外，而是規則本身。我們常把人生無常掛在嘴邊，其實大多時候都沒有真懂這4個字。真懂了，就不會再困在為什麼是我的牛角尖裡打轉，就會把問句轉個方向，開始問：既然大家都走在這條路上，接下來我該往哪裡走？無常像一條奔流不息的大河，我們站在河邊，遠遠看過去，水面連成一整片，安安靜靜鋪在那裡，以為它永遠是同一條水，永遠是同一個樣子。可低下頭仔細看，就會發現，每一秒鐘都有舊的水流走，每一秒鐘都有新的水流進來。這條河從它誕生的那一刻起，就從來沒有停過，分分秒秒都在變，分分秒秒都在流。吉莎要找的那把芥菜籽，其實就像要找到一段從來沒有流動過的河水，它從一開始就不存在。這條河本來就是流的，不流它就不是河了。人生本來就是變的，不變它也就不是人生了。承認了這個事實，原來鑽在心口的那根孤立的刺不會一下子就消失，那種失去的痛也不會馬上就痊癒。可不一樣的地方在於，痛還是那個痛，但你不再覺得自己是一個人在扛，不再覺得是老天爺單獨跟你過不去，不再把自己關在我是全世界最可憐的人這個殼裡，走不出來。當你看見了無常的普遍性，就會在原來你也是的相遇裡得到一種深層的不孤單。原來那條所有人都在走的路，你也只是正在走而已。接受了无常之後，有人會說，既然反正都會失去，那我還努力什麼？我們現在就來拆這個問題。廈門南普陀寺的關房裡，弘一法師已經閉關多年，油盡燈枯的時候，身形早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，連呼吸都弱得像風中游絲。事後在身邊的弟子看着恩師這個樣子，忍不住悲從中來，握着師父的手說：師父，您要多保重，弟子離不開您。弘一法師沒有掉眼淚，也沒有說什麼不要悲傷的場面話，只是平靜地開口，聲音不大，卻字字都落在弟子心上。正因為我今天還在，你才要把握當下，明天的事明天再說，今天能做的善今天就做，不要等。那時候弟子心裡還繞着彎，總覺得既然無常要來，既然離別早晚要來，不如早一點放掉，免得日後傷心。就像手裡捧着一塊冰，明明知道它早晚要化掉，難道還要緊緊捂在懷裡嗎？乾脆早早扔了，省得最後落一場空。這就是很多人對無常最大的誤會，把無常當成了放棄的借口，把會失去當成了不珍惜的理由。可弘一法師這句話一下子把整個邏輯翻了過來，他不是在預告離別，而是在用自己這一具快要散壞的色身，親自教弟子什麼才是無常的真意。正因為無常，才更要不放逸；正因為會失去，才要在還能做的時候，認認真真把每一件事做好。如果一切都是永恆的，如果我們永遠有明天，永遠有下一次，那今天拖一點，明天懶一點，又有什麼關係？反正相處的時間還長，反正要做的善事永遠都在，自然什麼都不會放在心上，什麼都不會認真去做。就像家裡存着一整缸米，永遠吃不完，自然不會珍惜每一粒米的香氣。偏偏這一缸米吃一碗就少一碗，不知道哪一天就見底了，才會懂每一口下肚
都是難得的因緣。大般涅槃經說，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一切有為的事物都在生滅變化之中，這是恆常不變的規則。看透了生滅，放下了對永恆的執着，才能找到真正不被動搖的安穩。這裡說的無常，是指引人找到安穩的方向，不是終點本身，更不是教人從此心冷意灰，什麼都不做。無常從來不是冷漠的借口，而是珍惜的根據。反正都會失去，何必認真？這個陷阱是把無常用錯了地方，把它做成了逃避的盾牌。可佛陀說，無常從頭到尾都是為了教人不放逸。增一阿含經中，佛陀最後的教導之一就是以不放逸得度生死。正因為時間有限，正因為每一刻都不會再來，所以善念輕慢不得，承擔輕慢不得，身邊人的愛更輕慢不得。河水一直在流，抱怨它流走是沒用的，攔也攔不住，流也流不下。但我們可以在水流過的時候，好好彎腰喝一口，嘗一嘗水的清涼；在陽光照過來的時候，好好解開衣服曬曬背，感受一下溫度落在皮膚上的舒服。這才是無常給我們的真正禮物。它不是要把一切都搶走，讓我們一無所有，它是要幫我們把以後再說這4個字從心裡拿掉。想說的話今天就說，想做的事現在就做，想疼惜的人此刻就好好握住他的手，不要等无常來了才說當初怎麼沒有好好珍惜。無常把這一刻的珍貴明明白白放在我們面前，接不接就看自己懂不懂了。前面我們講的都是失去之後怎麼看，現在我們要講一個更難的問題，在最風光的時候，無常在哪裡？2000多年前的吳越邊境，越王勾踐臥薪嘗膽整整20年，文種定計，范蠡治軍，君臣同心，終於啃下吳國這塊硬骨頭，把曾經殺進越國宗廟、幾乎滅國的仇人徹底打敗。大軍開進姑蘇城那天，彩旗飄滿10里江岸，諸侯遣使來賀，周天子親封霸主，整個越國都浸在勝利的酒香裡。作為滅吳第一功臣，范蠡站在王庭的最中央。勾踐許下重諾，要分半個越國給他做封地，要讓范家世代為親，永享榮華。街頭巷尾的百姓都在唱着讚美范蠡的歌，身邊謀士紛紛勸進，這是百年難遇的功名，牢牢握住權柄，後世子孫都能享福，錯過這天大的機緣，再後悔就晚了。滿朝文武，全越國上下都看着范蠡站在人生最高的頂點，等着他拜謝王恩，接受封賞。可他做了一件讓所有人都瞠目結舌的事，他悄悄給勾踐遞上一封辭呈，說當年大王受辱，臣不敢死，現在吳國已滅，大志已酬，臣不敢再貪戀高位，請求歸還所有封賞，放臣歸山林。沒等勾踐回復，他就帶着家人悄悄出了齊城門，一葉扁舟泛三江，引入茫茫江湖，再也沒回來。後來改名換姓，自稱陶朱公，在齊國海邊開墾經商，沒多少年又積累下萬貫家財，成了富甲天下的傳奇，直到終老都平安順遂。走之前，他給同樣功高蓋世的老朋友文種寫了一封短短的信，只說飛鳥盡，良弓藏，狡兔死，走狗烹。越王嘗盡鳥喙，可與共患難，不可與共樂。子何不去？文種不信，不信自己10幾年的功勞，說沒就沒，不信並肩打天下的君王會對老臣下殺手。他放不下已經到手的權位，放不下滿門的榮華，終究沒有走。沒過多久，
勾踐果然送來一把寶劍，賜他自盡。臨死前，文種才懂，范蠡說的從來不是人心險惡，而是天地間不變的規則。范蠡不是因為遇見勾踐的狠毒才離開，是在最高處看見了盛衰本來就在流動，月滿則虧，水滿則溢，這是天地間從來沒有變過的道理。站在山頂的時候，就該知道腳下的路，下一步只能往下走。他沒有把眼前這堆驚鴻的功名執為永恆不變的基石，所以後來所謂的變故到來時，他不是從山頂一腳踩空跌落谷底，而是早就選好了另一條平整的路，悠悠哉哉走下去。同樣看見無常，擊殺是在失去孩子之後，在人生最低處被迫抬頭看見無常。范蠡是在最風光最得意的最高處主動選擇不止滿，提前轉身。兩人看見的是同一條一直在流動的河，一個是河水漫過腳踝，打濕了衣裳，才知道洪水要來；一個是還沒漲水，就已經慢慢離岸，站到了乾爽的高地上。無常這門功課，在逆境中用是渡苦的船，在順境中用才是最見功夫的修煉。無常在順境裡最難看見，也最值錢。我們大多數人都像擊殺那樣摔了跟頭，失去了才會想起無常這兩個字，才肯放下手裡抓着的東西。可范蠡告訴我們，無常從來不是低谷時的止痛藥，本來就是順境時的清醒劑。手裡握着權的時候，被所有人捧着誇的時候，銀行裡存着花不完的錢的時候，身邊愛人天天陪着，身體硬朗得能爬高山的時候，這時候記得無常才是最難也最值錢的修行。不是叫人在高興的時候故意潑冷水掃自己的興，而是在好好享受這一切的同時，心裡留一份輕拿輕放的清醒。這朵花開得正好，就安安心心看它的美。哪天它謝了，也不會喊憑什麼它要謝，世界欠了我。握在手裡的糖，就好好嘗它的甜。哪天糖吃完了，也不會坐在原地哭，說為什麼要把我的糖拿走。說到這裡，可以回答我們開頭的問題：無常到底是什麼？無常不是命運對任何人的懲罰，而是一切有為法共同的底色。執着帶來苦，不是因為愛得太深，而是因為把會流動的河水當成了可以永遠握住不動的東西。看見無常，不是叫人變得冷漠，而是讓我們在還能愛、還能做、還能珍惜的時候，不再輕慢這一刻來之不易的因緣。2000多年前，居士內羅的梭羅雙樹，葉子落了一地，佛陀即將入涅槃，弟子們圍在身邊，整個林間靜得能聽見落葉的聲音。阿難是跟隨佛陀最久的侍者，20多年隨侍在側，聽過的開示比任何一個弟子都多，無常的道理他比誰都懂。可當佛陀親口說出3個月後就要入滅，阿難還是悄悄轉過身，走到梭羅樹的陰影裡，低着頭，肩膀一抽一抽，哭得抬不起頭。有弟子找到他，問他：天天聽師父說無常，為什麼還要哭？阿難抹着眼淚說：我還沒有修到家，而我的導師就要離開了。佛陀聽說了，喚阿難走到跟前，沒有罵他不該哭，沒有說你修了這麼多年怎麼還看不透，只是平靜地看着他，說了8個字：恩愛無常，何會有離。這是記載在《長阿含經遊行經》裡的原話。然後又跟阿難說：阿難，依法而住。佛陀沒有說你不應該難過，也沒有說我永遠不會離開你，他只是把事實攤開，凡是湊在一起的因緣終究會分開，再深的恩愛也留不住永遠的相聚。可肉身會走，
正法不會走，色身會滅，覺照不會滅。不能永遠依靠導師的色身，就依靠導師傳下來的法，自己一步步走下去。阿難哭過了，擦乾眼淚，記住了這句話。後來結集佛經，阿難是對法藏記憶最完整的人，把佛陀說過的話一字一句傳了下來，一直傳到今天。吉沙失去孩子，走遍全城找不死人家的芥菜籽，最後找不到，回到孩子身邊，放下執着，出家悟道。阿難跟着佛陀一輩子，道理都懂。導師要走，還是忍不住哭。哭過之後，依法而住，把法脈傳了下去。兩個故事走的是同一條路。真正的安穩，從來不是找到一個永遠不會離開的東西。那芥菜籽本來就找不到。真正的安穩，是在流動的無常裡，找到那條不被無常吞沒的路。之前把生命比作奔流的大河，現在這層比喻終於可以完整了。河水一直在流，不停不歇。今天的水不是昨天的水，明年的水也不是今年的水，可河床永遠在那裡。正法就是河床，覺照就是河床。水流走了，河床還在；因緣散了，河床還在。人走了，該說的話都說了，該做的事都做了。那些留下來的東西永遠都會立在那裡，永遠都不會被水沖走。現在我們走完了吉沙走過的那條街，那把芥菜籽他找到了嗎？吉沙沒有找到那把芥菜籽，但他找到了那雙能看見無常的眼睛。你找不到那把芥菜籽，但你可以在找尋的路上看見整個世界，然後回來好好活，好好愛，好好告別。那條街還在，每一扇門後面還是有人在失去，有人在等待，有人在告別。這是無常，這也是我們共同的家。生在這裡，長在這裡，哭在這裡，笑在這裡，相聚在這裡，告別也在這裡。沒有人能帶着芥菜籽離開，也沒有人能在這裡找到永恆。可我們還是要敲開一扇扇門，還是要和每一個路過的人打一聲招呼，還是要把心裡的話說出來，把該做的事情做完。我們總以為要找到那個不會變的東西才能安下心來，要找到那個不會走的人才能放得下感情，要找到那個永遠不會壞的承諾才能睡得着覺。可走了大半輩子才慢慢明白，那個永遠不變的東西本來就不存在。就像沒人能留住春天的花，沒人能留住夏天的雨，秋天的月亮落下去，冬天的雪也會化。河床從來不會去抓河裡的水，只是安安穩穩待在原處，接住每一波來，送每一波走。水走了，河床裡還留着水走過的痕跡，那些滋養過的泥土，那些生出來的草，永遠都在那裡。如果今天的內容讓你心裡有什麼鬆動了，把它分享給一個你想到的人，那也是一把芥菜籽，一份給彼此的慈悲。感恩聆聽，我們下期再見。